我们是否还记得曾经那位远赴瑞士却安乐死的年轻女性，曾经那位翩然而去的殿堂级高龄女作家？她们面对生命的最终方式，伴随而来的除了惊愕，还有巨大的争议。我们心中的那些阵阵波澜，现在是否已经消散了呢？今天继续预告短视频的话题，让我们好好聊一聊佛学的修行者该如何看待轻生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常恨此身非我有，生命的归属权到底在哪里？我们到底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拥有者，还是说我们只是使用者而已？千万别小看这个区别，也许这就是曾引发巨大争议的核心原因。在但丁的《神曲》中，诗人是这样描绘的：轻生者的灵魂变成了黑色的树木，被永恒地束缚在地狱中，形成了密密麻麻的自杀者丛林。每当有地狱怪鸟啄食枝叶，或是有人折断树枝，树木就会流血，并发出痛苦的哀嚎。乃至最后审判的时候，所有的灵魂都会站在上帝面前，接受最后的命运。但轻生者却不可以，因为狠心抛弃身体的人怎么可能有资格呢？为何神曲中会对轻生者有如此大的偏见，甚至将他们安置在了地狱的第7层？因为中世纪时，基督教认为生命的归属权不属于人们自己，只属于上帝。轻生者不仅仅是对自己施暴，同时也是对上帝的冒犯。可现代为何还有巨大的争议呢？依旧还是生命的归属权问题。让我们想象一条长长的光谱，生命的归属权一端是属于个人，一端是属于社会。极端个人者认为，任何人都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，可以用任何方式延伸出来，那就是任何人对自己的放纵、堕落乃至伤害，也都是自由。极端社会者又是如何认为的呢？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中世纪基督教的观点之外，也会有人认为，任何人对待自己生命的方式都需要考虑对社会氛围的影响，以及受社会观念的束缚。观点达到极致，那就如同汉地古代施加给女性的精神枷锁，要么做烈女，要么做劫妇，生或死，不能被自己左右。我们相信这两个极端都不可取，有争议的双方观点在这条光谱上相隔越远，也就会有更大的分歧，争议的声音也就越大。那让我们回到问题本身，佛学的修行者该如何看待轻生呢？让我们接着聊。佛学如何看待轻生？我们知道，任何积极向善的主流宗教都是反对轻生的。比如上面提到过，基督教曾给轻生者在地狱中留有一层。印度教认为生命是轮回的一部分，轻生会干扰这个进程，会导致更加痛苦的转世。
犹太教认为，生命的神圣性来源于上帝耶和华。假如救一命如救世界，那么轻生也是如同毁灭世界一样的行为。那么，有支持轻生的宗教吗？接近半个世纪之前，1978年的11月18日，在南美圭纳亚的一个小镇上，闻讯赶来的人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小镇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，据事后统计，共有913人集体轻生。这个惨绝人寰的景象，就是由邪教人民圣殿教造成的。除此之外，历史上所有胆敢支持轻生的组织，什么天堂之门，什么太阳圣殿，以及其他等等，有一算一，皆为邪教。所以佛学作为积极向善且主流的宗教，根本上一定是反对轻生的，并且这里面有3个观点。一、业力。人世间的种种遭遇，佛学认为皆来源于业力。我们所遭受的外在痛苦，既是业力的显现，但同时也是修行的机会。2、杀生。轻生同样也是杀生的一种，同样也会导致恶业。甚至在一些派别的观点中，因为每个人的本性都有佛性，所以轻生者的作为甚至会有杀佛的过失，必然会有堕入恶道的可能。3、缘起。有人说轻生者无法再得人身，虽然这并不是佛学所有派别的一致观点，不过回顾下我们之前聊过的轮回的期的内容，佛学故事有盲龟浮木，科学家说有庞加来回归，都说明想要有机缘再得人身，要经历的时间之长远超想象。那你可能会问了，那么佛学的观点是不是也算是这条光谱上极端的属于社会呢？其实并不是，持有这样的观点是不了解佛学对于轻生者的真正慈悲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佛学对生命的慈悲。遥远的南太平洋有一个叫瓦努阿图的群岛国，这里不仅是度假胜地，还拥有一处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世界遗产。在土著口述的历史中，伟大的罗伊马塔酋长就长眠在一个小岛上，陪伴他的是50位殉葬者。但传说和考古证据都同时证明，这些人并非被强迫赴死，而是自愿轻生，去追随已逝的酋长。50个人也许不多，但已经超过了当时这个小小群岛国中的5%的人口。这段历史大概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缩影。轻生在过去可能并非是一个争议，甚至还非常值得鼓励。比如在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，士人们慷慨轻生，甚至会被传为美德。同样，让我们回到佛陀的时代，这样的问题在古代印度也同样存在。有一位无儿无女的寡妇，富有却生活苦闷，婆罗门祭司鼓动她，让她散尽家财给婆罗门，然后自焚了断，并告诉她，这样来世必能成为有福之人。有一位叫
波底婆的比丘刚好路过，成功救下了他。他是这样说的：假如说此生的不幸是源于果报，那么焚烧身体又能改变什么呢？如果是因此生出了苦恼，转生到了地狱，只会带来更大的苦恼啊。除此之外，当时的婆罗门教奢靡僵化已达极致，存在的血腥人迹既有强迫的，也有自愿的。可所谓的自愿，难道不就是轻生吗？佛学从理论思想上终止了这可怕的趋势，这就是佛学的慈悲心呢。祈求天空下雨，祈求战争胜利，就需要有人以轻生为代价吗？同样，个人遭遇了命运的不公，个人受阻于苦难的持续，难道轻生就是问题的答案吗？佛学已经给了我们正确的启发，让我们豁然开朗。那么也有人会说，我们该如何看待病痛带给人的折磨呢？关于这个方面，让我们接着聊。病苦的难题。一个人为何会有轻生的念头呢？可能有以下的3种情况。一，他有心理困扰，这种并没有争议，因为我们清楚，这本就是心理病症，绝不应该轻生。但要注意，一定要寻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帮助。二，他为正义牺牲，佛陀也有舍身饲虎、割肉喂鹰的故事，这是善行，而非恶业，但仍存在有争议，因为佛学也不会鼓励普通人随意这样做。舍身取义、杀生成人是十分有难度的菩萨行，避免无谓的牺牲依然是最重要的前提。三，他正在被病痛折磨，争议之处便在这里，也就是关于安乐死的争议。现代医学的发展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延长的同时，临终时的医疗选择却成为了不少人某种程度上的噩梦。我们如何看待病痛带给人的折磨呢？要知道，从整体上进行反对，不代表不理解个体问题上的差异。佛学修行者面对承受世间八苦的众生，必须要有慈悲心。对于医生来说，如果专业判断病情是否已无可挽回，如果发心是为了病人减轻痛苦，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慈悲吗？对于病人来说，病痛确实是业力的显现，忍受病痛之苦可以净化业障，但并不代表需要一味的持久忍受。我们在佛学的3个误解中有提及，假如忍受也是一种修行，但无休止的苦修，佛陀也认为并非正道。但要注意，安乐死涉及到很多的医疗、法律、道德和伦理的问题，正因为其复杂性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现阶段并不允许，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慎重。而且病人自身的意见也非常重要，在世间并不缺乏求生意志坚定的勇者。那你可能会问了，对于安乐死的争议，难道除了支持与否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
我们可以了解下安宁疗护的定义和价值。安宁疗护完全可以成为强忍痛苦和主动赴死之外的第三条道路。主动实施的安乐死，即便有存在，也绝不该成为世界的主流。杜甫有诗：人生70，古来稀。可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，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，会遇到的此种抉择也会越来越多。如何顺其自然地减轻患者痛苦，如何恰如其分地维护患者尊严，最终帮助每个人平静地往生，这就是安宁疗护的价值，也是未来急需发展的方向。通过这一期的内容，我们了解到，轻生绝不是这世间那么多无解问题的答案，但佛学修行者对于曾经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受到轻生困扰的众生，与其批判，不如用更深刻的慈悲心来进行帮助。一个拿死说来说去的人，其实并不是真的想死，而是还在渴望爱。这句话来自史铁生。对，就是那个饱受瘫痪等多种病痛折磨的作家史铁生。他也曾3次轻生未遂，但最终正是他身边妻子、家人、好友的帮助和爱，激发了他的乐观豁达，让他活了下去，并让他活成了那个精神世界无比强大的巨人。今天就聊了这么多，请关注人间见禅频道，方便下次可以找到我。也请转发和点赞，这样可以增加我的权重。让我们下次再见。